由刘德华主演的灾难片《焚城》在上映4天之后呢，票房开始全面逆袭，超越了《毒液》，成为单日票房的冠军。我昨天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不禁感叹道：这样子的电影的确只有香港导演能拍得出来。虽然很多内地的导演也模仿过香港导演来拍类似的这样子的节奏和这样子的架构，但拍出来都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就是什么东施效颦啊、邯郸学步啊、刻舟求剑啊，甚至是说是削足适履都不为过。我们先来练一些网友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的一些评论吧。首先，第一个网友说：“真好看，看完了，韩战之后最好看的港片。”第二个网友说呢：“今天看了，看得泪流满面，想起了天津港爆炸案，也想起了重庆山火。这是今年看的最好看的电影了。”节奏非常紧凑，完全无尿点。第三个网友说：“焚城是香港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电影，好看。我老婆平时不喜欢电影院看电影的，尿意来了都要忍，而且还说3次尿急了都要坚持看完。”我们简单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就知道了这部焚城的口碑有多么的炸裂。有这样子炸裂的口碑，的确是为港产片在大陆市场上面的口碑提振了很大一块士气。其实除了焚城大卖之外呢，与此同时还有几件大事在同时发生。第一件事呢，就是刘德华在台北演唱会上面演唱一首《中国人》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件事情就是杜琪峰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他和香港都失去了灵魂和自由。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徐冠文和黄子华主演的《破地狱》坚守了港产片最后的阵地。第四件事呢，我先稍微卖个关子。为什么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讲呢？因为这几件事情在我看来，它误导了一个港产片的困境。虽然这些困境看起来是一个困难，但它绝对不是困境。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在我看来，在一个大陆的制作人看来，大陆人士看来，到底港产片的困境在哪？或者是说这些困境它是不是有出路的？它的未来在什么地方？那这几件事情呢，引出来不得不聊的话题就是说，政策是不是影响了港产片的未来？是不是造成了港产片现在的困境？我觉得说这些政策呢，的确是给港产片造成了不少的困扰，但不是说没有出路的。你包括这次的焚城，你看啊，这些片子如果是内地拍的话，它肯定过不了审。港产片拍的话呢，它多多少少放宽了一些尺度，这里面的某些方面的尺度还是挺挑神经的。疫情刚过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香港有香港的不适应，内地有内地的不适应，这是一个匹配的一个过程，并且呢，其实艺术的本质是在于限制，艺术的本质并不在于宽松。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如果说一个人天天都能谈恋爱的话，他写不出情歌的。他就是又能谈得成又谈不成，就各种东西老是能得到又得不到，又得不到的时候又在想，又在臆想。艺术的本质就是限制，所以说其实政策限制也是一种限制，这种限制会让你迸发出其实其他的很多方面的这些活力。可是呢，我不得不说，对杜琪峰本身是造成了不少的困扰啊，因为他拍的不管是《黑社会1》《黑社会2》这么好看的这些电影，对吧？你现在拍3可能不合适，你可能很多东西会和某些政策的限制相冲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那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港产片是不是在内地的票房水土不服？刨除掉最近的《九龙城寨》《焚城》这样子的电影，其实有很多的港片在大陆的票房并不是特别好。就算是非常好的这几部港片嘛，它和内地比较高票房的那些影片的票房相比呢，也相差很多。那是不是水土不服呢？我觉得不是水土不服，并且我要引出了我今天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真正的港产片的困境是在什么地方？真正的港产片的困境，在我来看，是因为，香港在最繁华的那个时间段，在最辉煌的那个时间段，没有真正的给年轻人机会。大家仔细想一想啊，现在的电影还是刘德华60多岁了，杜琪峰拍摄他也60多岁了，
对吧？王晶70多岁了，真正扛票房的那几个演员，可能年龄最小的就是谢霆锋吧，都40多岁了。那年轻人的机会呢？没有，你指望着他突然从断层的地方一下子跳上来是很难的。你包括像徐冠文和黄子华，一个80多岁，一个60多岁，坚守港产片的阵地不是靠老一辈的人，是靠新一代的人，并且呢，让我感觉到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比他们再老一辈的香港电影人呢，是愿意带后辈的。可是在，他们60后吧，50后、60后的那一辈的电影人，好像不是特别愿意带徒弟。我跟很多香港导演合作过，真的对于很多的这种专业啊或者什么，只口不提。我要不是制作人付钱的话，他啥都不告诉我，真是什么都不说，就是跟个秘密一样。他们内心里面太坚守那句话叫什么？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件事情，这是我深刻感受到的。其实大家看看内地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电影票房，大家会觉得有一个现象存在，就是很多很不专业的人，有一些甚至连这个行业都不是的人，他们当起了导演，他票房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年轻人的话语。如果香港的导演有很年轻的导演的话，排除掉一些比方像曾志伟的儿子，他是很年轻的导演，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是这些是有先天的这些家族在这帮忙的，那不算，对吧？你真正的年轻人有大幅度的可以去出来干这些事的，甚至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拍的电影很可能架构非常的不完善，他们有可能拍出来的电影，你看起来你说这就是个 PPT。你有可能看他的电影，你说，哎，这个前后的这个结构都不对，可是他说出来的话是年轻人的话。香港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在影视上面发挥他们的才华，这是香港电影的最大的困境。首先，老一辈的人不愿意带徒弟，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新的演员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试错。他有时候给你1-2次机会，你不 OK 就不 OK 了，但不像以前的这个师徒制，你可以有无限多的机会。你看像以前的这个片场上面拍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就说周星驰吧，他在拍赌圣之前他都客串了多少部戏了，对吧？他当这个跑龙套的都跑了多少部戏了，跑错了也没关系，失败了也没关系啊，因为那个时间段可能第一是香港的一个上升期，每年要拍的大量的剧集，人手不够，这也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当时的民风，老一辈的人对新的一辈的人那种关爱的那个程度。所以其实当香港的很多电影团结起来，为这个王天宁在拍一部电影给他养老的时候，哇，这个大家看的都很感动。可是那一辈的情谊，现在在这一辈还有没有？其实是很难看到了。港产片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在94、95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港产片失去了台湾市场，这个对于港产片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从此之后呢，港产片的数量就大幅度下降。大幅度下降之后，老一辈的电影人就开始想了，如果我再教那么多的徒弟的话，就有可能吃饱了徒弟，饿死了师傅。所以呢，很多时候就开始特别的保守。那最后呢，在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也发现了大陆的市场。大陆市场虽然大，但是对于香港人进入来讲呢，也是有一些的门槛在的。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名气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早年的一些香港电影人进大陆，他们的价格很便宜，然后呢，他们也很敬业，然后打出了一片天。那好在呢，那香港的一些电影人非常的团结，非常的专业。看到像这个类似于警匪片啊，或者是说某一些特定的这种类型的片，这种大陆的这些导演完全没有办法参与进去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港产片在大陆有一席之地了。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时间段，下一代的香港电影人和上一代的香港电影人就完全脱节了。
在大陆的香港电影人要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了，在香港留下来的电影人呢，固守的阵地就越来越小，那更不可能再给新人一些真正的机会了。我想这个就是香港电影发展到今天港产片的一些困境所在。即使现在的港产片票房再好，即使现在的港产片非常的就是镇守在自己阵地的那些港产片还能够守得住市场，可是我们要看到现在的港产片的那些主演或者是说导演年龄都已经多大了，下一代的人在什么地方？聊到这里，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失落，会比较悲观，但是我接下来要聊的事情呢，可能大家就开始兴奋起来了，因为港产片根本没有困境，港产片的这些年轻人的机会也不需要上一代的年轻人给，这就是我之前卖关子的第4件事情。卡梅隆最近进入了一个 AI 的董事会 Stability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预示着未来人工智能电影的方向就是它主要进入的方向。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一点，我们刚刚说人工智能 AI 做电影慢慢的已经要成熟了，那这些东西其实跟老一辈的拍电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些东西呢，只有年轻人会在乎，年轻人会去学习，年轻人会看得到未来，他根本就不需要上一代那些老一辈的在片场如何打光啊，对吧？如何做那些分镜啊，如何做那些统筹啊，这些思维，相反有可能还是让你束缚自己的一些思维。他们有自己的新的思维，并且这些思维才是最新的。我突然想到了音乐圈的很多老一辈是怎么淘汰掉的。最早交响乐统治着所有的音乐，慢慢的电子音乐来了，交响乐缩一半，来一点点弦乐，对吧？剩下来合成器搞定，对吧？剩下来的话4大件搞定，来点小乐队。再接下来电脑的这种软体出来了，我开始在网上面用一些音乐软体就可以编了，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了。现在 AI 音乐已经可以了，音乐软体都可以慢慢不要了，那些软件那么贵，何必要买那些东西呢？ AI 软体一个月交个几百块钱，一个月你能编无数首歌曲。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代这样子淘汰的，而淘汰的底层是什么呢？成本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相信香港的港片绝对不可能消失的，港片的精神已经融入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了，包括内地的所有人，在80、90年代，甚至是2000年，到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段，都是看着港片的。香港的电影、电视剧给全亚洲带来的那种震撼或者是影响力，都是无与伦比的。你即使像现在4大天王到韩国去，韩国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夯成什么地步了？这些人看到了周润发，看到刘德华都要膜拜的，因为那个时期的港片的精神和价值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里面了，这就是基因里面的东西融不掉的啊！就像我们这种黄皮肤的这些中华民族的这些人的血液里面流淌的中华文化一样，你无论多少年你都抹不掉的，这是在你基因里面的这个东西，所以港片根本不用担心它会怎么样。香港的年轻人根本也不用担心，他们研究的 AI 的模型，他们研究的这些新的这种拍电影的这些技术，我相信会带来不一样的这种港片风格。可是这种港片的文化和精神，这是他们生活里面带来的，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丢的。700万人口住在香港，那这些东西就遗留下来的，那这些他们做人处事的这些方式，就一定会在他们未来通过 AI 要做出来的这些影片里面会实现的。AI 电影一定是统治未来的，这都不用想象的啊，不用想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老一辈的电影人其实他霸占的是电影院，电影院这个场所其实未来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了。现在的流媒体都已经开始分散了，未来的自媒体所属的这些流媒体有可能是后面的这个方向，谁也搞不清，但是绝对不是电影院了。电影院有可能只是某一类的片子你需要到电影院去看，一个城市里面需要的电影院的这个荧幕数也不需要那么多了。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所有人如果说只是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话，那可能他是看不到未来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通过那么多事情吧，聊一聊港产片困境，聊一聊港产片的未来，其实更多的要聊一聊是人类的困境和人类的未来。